今天啊，咱们来聊一头熊，一头死在美国高压电线杆上的棕熊。那前两天呢，《纽约邮报》等好几家媒体都报道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却又无比讽刺的事儿。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56号公路边上有一头野生的棕熊，不知道是因为惊吓还是找吃的，一路爬上了几米高的电线杆顶端。熊待在顶上是进退两难呀，两只后腿悬空挂着，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浑身吓得发抖。最致命的是它的爪子边上就是滋滋冒火花的高压电线。那开车路过的热心群众看到这一幕赶紧是掏出了手机，拨打了911报警。结果你猜接线员是什么态度接线员极其冷漠的反问了一句：“你打911过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一头熊爬上了电线杆？”那后来呢，这路人呢又联系了当地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呢倒是赶到了现场，围着电线杆转了2圈，然后非常坦然地向媒体表示：“我们没有救援方案。”现场群众就问了这方案不是很简单吗？第一，联系供电部门，暂时切断这根线路的电源，人员登杆救援。第二，打麻醉枪，底下铺上救生垫。结果呢，野生部门的反应是：第一，如果切断了电源，周边几千户乡村民居和上万亩农田的灌溉设备都会停运转，这造成的经济损失谁来赔供电公司绝对不可能答应。这第二呢，如果打麻醉枪，棕熊在10几米的高空失去意识掉下来，大概率会直接没命。到时候城里那些动保组织非得把我们这些部门的门槛给踩破不可。那还有第三如果派工作人员爬上去救援，万一触电了，谁来付这个工伤保险于是呢，就在各部门围在一起算账、推诿、开会研究方案的时候，那头可怜的棕熊在绝望中悟出了高压线，伴随着一声巨响和火光，当场是触电身亡了，重重的摔在了土坑里。这个事儿曝光之后网上的评论区直接炸了，无数网友看完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不对这个戏码怎么跟我小时候在杂志上读的故事完全不一样那今天呢，咱们就借着这头棕熊聊聊当年那些风靡大江南北的公知毒鸡汤。咱们看看这帮人当年是怎么用凭空捏造的故事给两代中国人在精神上套枷锁的。大伙儿还记得当年那些红极一时的读者、意林杂志吗？在那些文章里西方的世界被描绘成一个连空气都散发着香甜，连小动物都能享受最高人权的天堂。那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叫《为生命而停电》，或者叫《白宫为麻雀停电》。Did you know that people living in China, majority of people in China have heard this sparrow story, in which they are told from U.S. embassies and immigration offices and NGOs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once was a sparrow caught in electrical wires. And the president, having heard its cries, cut off the power to the entirety of D.C. to go and save this sparrow. And this is meant, this story that they believe is true is meant to exemplify how Americans are noble and empathetic and humanitarian. And it's not true. That is the fakest story I've ever heard in my damn life. I'm 33 years old and I've been living in this country my entire life and I have never heard that story because it's not true. 最后这文章的作者还不忘升华一下主题，用极其深情的笔调写道：一个伟大的国家可以为了任何一个卑微的生命而停下脚步。后来呢，可能觉得这碗鸡汤嫌不够浓，又被各路写手是添油加醋有的版本里这个停电范围呢从华盛顿扩大到全美国。有的版本说是一家拆迁的建筑公司发现这个大楼顶上有一窝刚出生的鸟蛋，那为了不惊扰小鸟，整个工程停工大半年，直到小鸟长大飞走才开工。文章末尾附上了一句：多么羡慕那一窝幸福的小鸟可是今天现实把一记无比响的耳光狠狠砸在了这些写手的脸上。一头在电线杆上大口喘气、命悬一线的大棕熊，不仅没有惊动总统连当地的911都不想搭理那为了不影响农田灌溉的经济账，为了不承担风险，美方机构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高压电击倒。那只被总统下令全国停电拯救的小麻雀在哪儿呢？它只存在于公知凭空捏造的脑回路里。咱们今天既然聊到了这儿就把当年那些把咱们贬得一无是处把老外吹成天神的毒鸡汤神文给集中拉出来晒晒太阳。
那第一篇呢，堪称是公之界毒王的夏令营中的较量。1993年这篇文章一出来啊，轰动全国。作者凭空捏造说，中日儿童一起搞夏令营，11、2岁的日本孩子人人负重20公斤，一天暴走50公里，生病了硬扛，意志力碾压中国孩子。中国孩子则被描绘成娇生惯养、碰一下就哭的废人。这篇文章让整整2代中国人在日本孩子面前抬不起头。那直到2015年，官方媒体发文打脸，证实这完全是作者坐在房间里凭空编造的捏造文。还有第二篇啊，日本的马桶水也能喝。说是一个日本打工妹洗马桶啊，这经理不满意，示范完洗马桶后啊，直接从马桶里舀了一碗水，当场喝了下去，证明干净到可以饮用。结果呢，前2年日本百年温泉旅馆被曝光半年不换水，细菌超标3700倍，导致顾客感染肺炎，还喝马桶水，日本人连温泉水都懒得换。还有第3篇啊，德国下水道的油脂包，是说青岛下水道的零件坏了，德国公司回复说周边3米内有油脂包好的备用零件，找出来锃光瓦亮。结果前2年德国慕尼黑火车站的自动扶梯坏了3个多月都修不好，因为没有替换零件，全德国都找不到油脂包。最后呢，不得不从中国下单进口。那还有好多啊，比如澳洲苍蝇会采蜜，英国人街头扔硬币，美国超市停电没人抢劫，甚至还有一篇神文啊，说是一个父亲在船上削苹果，刀不小心扎进了心脏，那为了不让女儿害怕，他强行忍着剧痛，坚持了3天3夜，等船靠岸后才倒下。哥们儿，这心脏被扎透了还能活个3天啊？这已经不是不尊重科学了，这简直是把人类的生存学按在地上摩擦呀！那这些铺天盖地的毒鸡汤，在那个信息不对称的年代，构成了极其严密的精神自卑枷锁。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告诉国人，你们什么都不行，你们道德低下，技术落后，而西方人高尚、诚实，充满人道主义。那讲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说啊，动物救援本来就难，你拿美国的熊说事儿，是不是太苛刻了呀？哎呦喂，咱们不妨看看中国，同样是面对野生动物闯入人类生活区，真正的为生命而停下脚步，在中国是怎么发生的？大伙儿还记得几年前云南那群一路向北迁移的野生亚洲象吗？10几头几吨重的大象离开保护区，穿过农田，走进村庄，甚至是直奔城市啊！这要是放在某些讲究资本效率的地方，为了保护农作物和基础设施，可能早就采取强硬手段或者直接驱赶了。但咱们是怎么做的？沿途的电力和交通部门为了防止大象触电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全程进行动态监控，必要时对特定线路实行精准的断电避让。地方政府出动了数十架无人机，几百名应急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护航，用玉米、菠萝在前面引导他们避开人口稠密的镇中心。大象吃掉了沿途村民的农作物，损坏了房屋，国家直接通过保险兜底，安排专项资金全额补偿给受灾群众。全网几亿观众通过直播看着那群大象在森林里躺着睡觉，小象在泥地里打滚，最终在全社会的倾力守护下平安返回了栖息地。什么叫尊重生命啊？什么叫大国担当？咱们不需要写那些虚构的白宫停电救麻雀的假鸡汤，因为我们用实打实的行动，用无人机和专项赔偿资金，真正做到了对生命的呵护和包容。那头死在新墨西哥州的高压电线杆上的棕熊，确实是一场悲剧，但它就像是一束刺破迷雾的光，彻底照亮了那些西方神话背后的冰冷和现实。在资本的账本面前啊，那些曾经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人道主义显得那么脆弱和可笑。从当年夏令营中的较量让咱们自卑，到今天咱们看清事实，建立起坚不可摧的文化自信，这背后是咱们国家工业实力的崛起，更是咱们心态的彻底成熟。今时今日咱们再也不需要通过阅读洋人的伪善鸡汤来寻找精神寄托，因为最真实的文明与担当就发生在咱们自己这片土地上。各位，对于当年那些毒害过咱们的公知文章，你印象最深的是哪篇呢？评论区聊聊哦。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